我是蛙板。大家是不是对30岁这个30有很奇怪的迷思或焦虑？为什么对这个30特别的敏感？大家一直说啊，好像也很多文章跟你说，30岁前一定要做的什么什么什么事，然后30岁前如果没怎样就怎样怎样了。那个都会点进去，一大堆，然后就更焦虑了，因为我就是现在这样而已，然后我也不觉得我2年内会有什么大改变，然后怎么办？要30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聊这件事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。好，我老板是1982年的，所以我现在已经41岁喽。身为一个已经跨过整个30岁这10年挤满的人，我应该是有一点资格来跟大家说，30岁到底是什么感觉？然后跨完这个30的这10年，到底又有怎样的心情？好，第一点是我真心觉得30岁一点都不老。我现在回想30岁，靠，超年轻力壮的好不好？体力超好的，吃喝玩乐一把照的时候不是25，因为你还没到40，到40你才知道什么叫玩不动了。对，30岁真的是体力真的很好，就是你熬夜啊或什么，隔天不会觉得那么严重。现在你要是熬个夜，一个晚上睡不好，隔天多累多憔悴啊，脑雾就来了。然后出国的时候，我都可以出差出国，走路一整天8小时、10小时，日夜颠倒或什么，我都体力还是很好的。然后还可以街拍，还可以干嘛？你现在真的有时候出门2-3个小时而已，我就觉得腰有点酸，然后睡觉也不能低于几个小时，不然隔天会不太行。你就整个是很不一样，所以我必须说，30真的很年轻力壮，真的不要在你30或30出的时候，用一种好像我老了的心情去生活。那是非常浪费的，因为你的身体还很好，你却觉得自己老了的心情去操作这个身体，你知道这有多浪费吗？因为真正你操作不起来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我那时候怎么不把握青春去做很多很多的事呢？因为你40几的时候，你可能真的会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。我还很有野心啊，我还很想干嘛，但我的身体告诉我不行了。对啊，你吃到饱去看，你吃个几道菜就我干嘛来这呢？我根本吃不下。我现在还可以吃。对啊。所以我真的不建议在30岁的时候，你就用一种好像我老了，我不行了，我没办法了的心情去生活，你会浪费那个30到40的黄金10年啊。所以这10年是最黄金的吗？不是25到30？对啊，我自己41，跟我有45、48都有的好朋友，大家都有个共识是30到40是最关键的。我个人觉得是30到45这一段是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，不是20到30。待会我们会来讲到底20、30在干嘛。第一点先告诉大家，不要浪费了你30这么黄金巅峰的身体啊。第二点讲到一个大家很关心的，就是30岁后异性缘会变不好吗？我觉得不是，异性缘最好就是30几岁的时候。为什么？真的，而且是谈优质的恋爱。不像20到30的时候，很多都是乱七八糟，是不是不可以太早结婚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觉得这段的异性缘很好。第一个，我认为30几岁的时候的打扮跟20几岁是不一样的。20几岁其实我们真的很盲目追求流行，对，并不一定适合自己的打扮，就会加诸在自己身上。你甚至连发型都不太知道自己适合怎样的发型跟妆感。以前就什么妆流行什么妆我就画什么妆，流行什么眉毛就画什么眉毛。没错。现在你会知道那个不适合我，就算它再流行，你也会觉得那个应该不适合我，你会做选择。所以30几岁的样子跟我20几岁的样子，老实说，30几岁的我比较有气质。20几岁的我一看，对啊，就是美啊，很瘦很漂亮，但是看起来气质没那么好。然后还有包含我之前影片有讲过的，很注重发型，但不会护发，发质不好。对。可是现在我们可能发型没有太过注重，可是我的发质顾得很好，我的肤质也比那时候好很多。我以前脸很烂可是现在我皮肤很好，我连素颜都很好看。就是整个人的质感真的跟20几岁是完全不一样，整个大提升。真正有质感的样子是30几岁，然后呢，经济条件变好了，于是我们可以选择更好的东西，我们会更注重很多质感的东西，所以用的东西老实说提升了，或是去的地方也变好了，吃的也变好了，真的，然后出国也比较有预算了，住的饭店房间都变好了，以前都便宜就好啊，可以睡就好，青年旅社，对，都比较没差嘛。可是现在我们都开始注重了，因为我们经济条件也变好，眼界也提高了，很多东西不到这个水平你不要了，然后生活品质也变好了，品味也提升了，看男人的眼光当然变好啦。对啦，优质是不是？你懂得看比较优质的男人，以前会怎样？有就好，有车就好，有车就好。以前有竞争就好。你们说是个男的都好男生其实也是，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很容易是个女的都好，能脱单就好，对不对？可是后面，如果你有了经济能力，有了一定的阅历，你也不是第一次交女朋友了，她要好的、有质感或是灵魂好、性格好的女生，她甚至要挑有脑袋的女生。对，我听过太多30几岁的男生说，真的受不了没有脑袋的人，
就是我们也是，我们就是以前可能帅哥我们很容易晕，你现在看到帅哥，你会多跟他聊几句，发现哦没办法，对，就会发现是你那个外表你已经不会晕了。可是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哇，男模的外表谁不晕呢？女模的外表谁不晕？对。可是30几你就再也不是那样了，所以为什么这时候觉得异性缘很好，是你谈的恋爱的品质完全不同了。男生其实也是，很多男生也是以前20几岁是个渣，对，30几岁才知道怎么珍惜女生，怎么对待女生啊，因为他玩够了，他懂了那是什么，然后也发现那没有什么，就那样，然后后面他也知道啊，我就要找个可以跟我相守的异性走下半场，所以他有可能在30几岁变身。浪子回头，看多了就那样嘛，谁没有遇过几个渣，或谁没渣过呢？对啊，女生也是啊，对啊，海王海后都会有回头的一天，是因为就那样啊，还要玩什么？反正最后就是那样。所以我觉得30几岁的恋情其实品质蛮好的，大家可以不要那么害怕。第3点刚刚也有讲到的，其实30岁没有很成熟，我们的心智年龄并没有非常成熟。可是当时我们自己不觉得，因为23岁、25岁我们都会觉得拜托20几岁嘞，因为你是从青少年变成这样，你知道不可以喝酒，不可以去夜店，不能开车，没有投票权，变成都有了。的那个20几岁的时候，你会突然觉得，哦，我大人了，有没有？我大人，我要去喝酒，我要开车，有没有？你会有一种就是我是大人，我不是小屁孩的那种感觉。对，那个时候会有点自我放大，自以为是大人，很了不起，订到一个夜店包厢都觉得哇厉害。可是其实明明就是还是个死年轻人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很成熟，刚在跟这个社会建立关系而已。可是你会误以为自己很成熟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。我自己回头看自己的20几岁是，小屁孩想装大人，然后也会穿得很成熟，会想要穿得很辣或者什么，想要表达我是大人了这样。但其实到了30岁，明明就还是有很多很幼稚的地方，搞不懂这个社会的地方，你甚至都还有可能是一个社交小白。职场小白，为什么？你跟这个社会跟这个职场打交道才几年？有些人毕业是不是23？你到30也不过5、6年的工作经验，那你万一出国或是念个硕士，有人27才毕业，你跟这个社会打交道才3年，不到5年，在职场上真的还很小白搞不懂老板在想什么，主管在想什么，他面试为什么要问我这个，然后什么要讲，什么不要讲，还在这种很多的忐忑的你并没有了解整个社会的运作，你其实还很懵懂。可能这是30岁哦，这是30岁哦，很小。你40岁的时候回顾自己的30岁，就会觉得哇靠，我那时候真是个白痴。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你跟这个社会打交道才不到3到5年，你是有多懂啦？没有很懂。老实说，真的没有，真的很多人28岁、30岁，甚至32都还是职场小白。可是他不知道，所以他就更小白。他自以为不是，但他是，那这种就会产生更多小白的行为。这是我们的30岁哦，所以不要觉得30岁好像很老了。30岁明明就是你还要很积极学习的时候。简单来说，我甚至觉得27、8岁、30岁对人的观察都还很弱，对自我都还不了解，还在探索自己，连什么工作适合自己都不知道。那你觉得这样子不算职场小白吗？算啊，其实算了，你还刚开始谈了几段恋爱而已，也还在不了解自己要怎样的人。然后你跟我说你30要结婚生小孩，你确定？你的职涯也还不稳，对不对？我问你，你想要怎样的人生都还说不出来，你想要怎样的工作，你以后想要成为什么？3年内、5年内你想要成为什么？没想过，没想法。然后你想要结婚生小孩 ，Are you sure？ 我曾经想然后你要教孩子，你确定？你自己都还像个小孩，然后你要生小孩，是不是有点恐怖？希望大家看到这里会有一种，对吼，那我到底卡那个30岁一定要干嘛干嘛是在做什么？你给自己那个 deadline 是不是反而限制了你自己？好像一定要在30岁前干嘛？30岁后好像你就要摆烂跟放弃，或没做到就算了一样。为什么要这样啊？那条线到底帮助了你什么？如果他可以逼迫你赶快学习、赶快成长、赶快长大，我觉得是好事。可是非常多人是被这条线卡住，他拉了这条线，非常的焦虑，但他什么也不做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。然后过了这条线，他就觉得那现在学什么也没用了啊，30了啊，他就不学了，他就自我放弃，然后也放弃谈恋爱，然后也放弃在职场上面学习，然后觉得说30几了啊，现在学也太晚了啊，你反而给了你一个放弃的借口。那你拉这条线干什么？那如果我今天这条线拉在40呢？你不就多10年可以努力？对，那你人生多这10年努力不会更好吗？会啊，对啊，那你这条线拉30干嘛？谁拉的？所以听到这里，拜托大家应该要有一点打开的感觉。第4点，我要特别讲一下职场上，如果你是特别有学习某一项专业的，或是进入某一个产业，不管餐饮业啊、电商业啊，然后你确定你要做这一行，开始你30岁，你可能做这一行才做了5年，最久顶多6、7年。一个专业如果碰了6、7年，其实才刚成为你稍微比较会的东西而已。大家有听过10年磨一剑吗？有。10年磨一剑的意思就是10年你才练成而已。
如果是不到10年，什么3年、5年那个都不要讲，入门而已。因为你要做熟它，老实说，我真的觉得至少是3年以上哦。3年你都在同一个产业做，你可能才刚摸到一点诀窍啊、原来这个是要这样子啊，哦，原来是要那样子啊。那如果你每一个工作都是做3年以内，你就离职，又换另外一个产业，基本上就没有累积，因为你在探索自己嘛。我适不适合做这个？我适不适合做那个？所以如果你是一直这样子到30岁，搞不好你的专业都还没有超过3年，那你其实不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30岁你就要停止学习了。是不是怪怪的？所以你就会成为一个不厉害的人啊，好像什么都不会。对，因为你的那个专业，老实说，我真的觉得一定要8到10年的学习，才会成为真的稍微比较厉害的人。因为10年大概让你同一个产业里面，什么事情都看过了，什么人都遇过了，什么人会犯的错，你大概都可以预先想到了，然后什么危机处理也面对过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才真的有一种这就是经验值的感觉。没有你没遇过的事情了，所以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老神在在。可是10年以前，你可能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？你可能会慌、会紧张、会急。可是10年后，你会觉得这个好了，那就怎么处理？你就会有一种自在的感觉。这个自在的感觉，在你30岁的时候绝对不会出现。好奇特哦，是什么对感，觉？所以大家不要看到30就很焦虑。你的人生可能会在40的时候才会产生一种很自在、很游刃有余的感觉。发生什么大事，你都会觉得就那样，好，那我们就来处理。你就会发现，这个人好大气。那种大气的感觉是你装不出来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慌乱是正常，很慌，每天都在慌，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遇到一点小事就觉得怎么办，然后明明就是同样事，但还是不会解决，这就是30岁。所以我请大家把眼光放到40、45，你能不能成为一个游刃有余的大人？能不能有一种自在？眼神能不能有一种智慧的光芒？就像武林高手一样，我之前有讲过，我跟你讲，30岁的武林高手是怎样的？哇，武器全部搬出来了，来啊，来战啊！我的名号是叉叉叉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就开始大战了，然后什么武器都拿出来。40岁、45岁的武林高手可能就在那边喝茶，然后什么也不做啊，一个眼神，一只东西丢出去挂了，从头到尾也没动，就在那里喝茶。你要不要成为这样的人？是不是比较帅？30岁那个有比较帅吗？全身都是伤，没有比较帅，而且他很冲动，然后还误判，然后还觉得自己很厉害，对吧？对，那个就是30岁。可是看起来会好像有点厉害，因为你会全副武装，然后怎么样？人称江湖人称什么什么，你看到在旁边喝茶，啪，全部倒掉的，你才会觉得好帅，那个才是高手，深藏不露又很自在，那种爱内含光的感觉。讲这个只是要告诉大家，不要觉得30岁好像人生走到尽头，没有，我真心觉得30岁是一个小小的基础，刚要开始而已。所以你应该用一个蓄势待发、迎向日出的心情去看30岁。我们把起点当做终对，没错，这一集就是讲学到这一句就可以了，不要把30这个起点当你人生的终点，尤其是女生，你不要在30的时候想着，我就是结婚嫁人，然后生小孩，然后我人生就这样了。你真的会很限缩你的人生，你的人生才要开始而已。我不是叫你不要结婚不要生小孩，而是告诉你人生不是只有结婚生小孩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，你可以兼得，而不要只有选这个，然后什么都不要了，就因为你觉得我30了。这个起点，如果你做得好，会让你在40岁的时候活得很自在，跟30的时候的焦虑是完完全全不同的。然后你反而会觉得30的时候焦虑的自己有一点可爱，有一点幼稚但很可爱。然后40的时候那种自在感会让你觉得人生很安稳，所以人到40的时候差距会非常大。30的时候还好，老实说，30的时候你跟你同才之间搞不好薪水都差在1万块以内。40你看看，薪水可以差2到3倍甚至10倍。哇塞！有人还在赚4万块，有人年收好几百万，就是10倍之差了。你想往好的这边走的话，30绝对是你的起点。冲啊！然后呢，这个中年基本上就决定你的晚年喽。我们是不是几乎在50岁前得到的东西会决定我们的晚年？对。那你怎么会停在30不动呢？你后面这个30到50是想要做什么啊？还有20年，你就耍废，那你的晚年怎么办？你晚年想耍废，你30就要当起点。不然你晚年一定完蛋，一定很惨。赶快存钱啊！这集就是学到30才而立而已，30而立。起点，我有跟你说30终点吗？古人都说30而立了，你才刚独立而已。30岁很多人才要搬出去原生家庭而已，30岁才开始稍微像个大人而已。所以麻烦请以30后去面对未来这15年，将决定你的晚年。听完有没有热血一把火？有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IG哦。